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oki 的密室，我是 Loki。故事发生在奥格登，它是犹他州第8大城市，是重要的铁路枢纽，这使其成为举足轻重的商业和制造业城市。该城市因众多的历史遗留建筑而知名，同时也是韦伯州立大学所在地。1974年4月22日，这天天气晴朗，是个适合出门的好日子。16岁的科特尼·奈斯比特和52岁的妈妈卡罗尔·奈斯比特逛完商店，正准备开车离开，忽然想起之前停车时，音响店的员工热情地让他把车停在店铺的停车场。临走之前，必须和他们亲自道谢。他打开了音响店的大门，映入眼帘的不是井然有序的商店，而是2名匪徒模样的黑人男子在商店里随意地翻找着。还没有等他缓过神来，枪口就已经顶到了他的身上。2名歹徒用胶带把他绑了起来，随后把他扔进了地下室。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后，他看到了还有另外2个人浑身哆嗦的也被绑在了这里。这是他准备道谢的2位店员，20岁的斯坦利·沃克和19岁的米吉尔·安斯利。这时他明白自己摊上大事了，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将迎来恐怖的灭顶之灾。如果是你被困在同样的环境下，你会怎么做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回到1974年4月22日下午6点，在音响店上班的斯坦利和米吉尔像往常一样整理看守店铺。这时，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商店玻璃门外，2名体格健壮的黑人男子从车上走下，随即进入音响店。还没等2位店员反应过来，男子就把枪指向了他们，并用胶带将他们捆住，扔到了地下室。接下来被扔进去的分别是来道谢的科特尼，看儿子没下班来找儿子的奥伦·沃克，还有同样来找儿子的科特尼的母亲卡罗尔·奈斯比特。至此，昏暗的地下室5个惊恐的人质，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随着楼上翻找的声音渐渐变弱，每个人心中都祈祷着暴徒拿到钱后能够离开。地下室陷入了一种紧张的安静氛围，但沉重的脚步声打破了他们的希望。已经搜刮完1楼财物的2名暴徒在他们面前窃窃私语了一会儿，其中1名走了出去，随后带着一瓶蓝色的液体出现在地下室。他声称这是混合安眠药的伏特加，只要喝下去，等醒过来就安全了。5人拒绝喝下这些奇怪的药水，直觉告诉他们这并不是伏特加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瓶由氢氧化钠和盐酸钠混合成的下水道清洁剂，遇水后会产生强烈的腐蚀性，并产生高温。但现在的状态显然他们已经无法拒绝了。匪徒暂时放过了疯狂求情的米歇尔，余下4人都被匪徒用蛮力把蓝色液体灌入了他们的嘴中。进入口腔的瞬间，他们的嘴唇、舌头和喉咙被灼伤，并立即出现大量水泡，嘴里的肉被高温烧熟并脱落了下来。液体反射性的被众人吐了出来。匪徒见状，又再次向他们口中灌入液体，并用胶带封住他们的嘴，不让他们吐出来。这时，整个房间犹如地狱一般，弥漫着难以名状的气味和痛苦的哀嚎。他们在地板上痛苦地尖叫，并扭动着身体。匪徒自己也没料到他们的尖叫声会如此大声，于是对每个人的后脑勺开了枪。这时，匪徒把目光移到了米吉尔年轻的身体上。疯狂的求情并没有让他得到更多的喘息时间。匪徒将他拖到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，用枪指着
便命令他把衣服脱掉，然后残忍地强暴了他。事后，他全身赤裸的被拖回到了人质那里。他还没从恐惧中缓过来，枪口就已经顶住了他的后脑勺。这个刚在音响店工作1周的19岁女生，最后的一句话是：“我太年轻了，我还不能死。”随即，匪徒扣下了扳机。当匪徒们开始确定人质是否全部死亡时，他们发现奥伦竟然还活着。他是最后一个被灌下蓝色液体的人。他看到了其他人的惨状，就偷偷地把蓝色液体从嘴角慢慢吐出，并假装自己很痛苦。匪徒对他后脑勺开了2枪，都奇迹的只造成了擦伤。随后，匪徒准备用铁丝勒死他，但依然没有成功。一名匪徒找到了一支圆珠笔，把它插入了他的耳朵，抬起脚，大力地踩了下去，一直踩到笔从他的另一端的脖子穿了出来。这次他们觉得他死定了，心满意足地抱着价值$25,000的货物走上了面包车，就好像他们只是来抢劫了一样。随着面包车的离开，原本的地狱变得一片死寂。3小时后，斯坦利的母亲开始担心丈夫和儿子，于是带着另一个儿子来到了音响店。他们听到地下室传来了奇怪的声响，砸开门后，恐惧和绝望的场景呈现在他们面前。除了哭泣和尖叫之外，他们能做的只有报警。警察随即赶到，米歇尔、卡罗尔和斯坦利被确认死亡。后脑勺中枪的科特尼和饱受折磨的奥伦还一息尚存，被立即送往医院救治。警方立即发布了案件信息。几个小时后，2名小男孩在希尔空军基地附近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钱包，钱包内的驾驶证照片和案件信息内被害人极为相似，于是他们报了警。警方还接到一名空军的匿名电话，电话里边描述一位叫威廉·安德鲁斯的飞行员曾经和他说过，如果有机会，他会抢劫奥格登的 Hi-Fi 音响店，并杀掉所有挡路的人。警察赶往垃圾箱取证，周围空军基地的飞行员都聚集围观。侦探觉得凶手会混在人群中，来观察自己遗漏了什么。心生一计，他将寻找到的证据一个一个拿出来展示。他注意到大多数人都安静地看着展示的证据，只有2名黑人飞行员走来走去，大声喧哗。于是他拘留了这2位飞行员，并向军队申请搜索他们的宿舍。在那里，他们找到了一份音响店的传单和一份仓库的租赁合同。循着合同的地址，他们在仓库中找到了被劫走的 Hi-Fi 音响设备以及半瓶管道清洁剂。可以确定2名黑人飞行员就是凶手。几周后，第3名飞行员在基地审查时被确认为抢劫案的参与者，并被拘留。3人分别是21岁的戴尔·塞尔比·皮埃尔、19岁的威廉·安德鲁斯、19岁的基斯莱昂·罗伯兹。可笑的是，审讯期间，皮埃尔和安德鲁供述，在案发前几个月，他们一直在寻找能够安静且快速的谋杀方式，直到看到了《紧急逮捕令》这部电影。剧情中，一位女性被迫喝下了清洁剂后瞬间死亡，2人竟相信电影效果，觉得这是非常有效的杀人方式，于是在犯案时对被害者实施了无知的灌药行为。皮埃尔因谋杀卡罗尔·奈斯比特、斯坦利·沃克和雪莉·米歇尔·安斯利而被判处3项死刑。后来他在监狱里寻求到信仰，他在临刑前每天都阅读圣经、祈祷和禁食。他于1987年8月28日被注射死刑，34岁。在接受致命注射之前，
皮埃尔被问及他是否有最后一句话，皮埃尔只回答说：“谢谢你，我只想祈祷。”威廉·安德鲁斯因参与谋杀抢劫案而被判处死刑。经过漫长的上诉程序，安德鲁斯定于1922年7月30日凌晨被处决。许多民权人士和有色人种协会对安德鲁的判决提出异议，他们认为安德鲁作为从犯量刑过重，同类案件中白人罪犯判刑很轻。处理安德鲁斯案件的律师表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案件。安德鲁斯最终被按计划注射致死。一名出席处决的记者指出，安德鲁斯在注射毒针时向他的姑姑们亲吻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爱你。”斯莱安·罗伯兹被认定在谋杀中只担任司机，对谋杀案并不知情，判2项严重抢劫罪。他在入狱近13年后，1987年5月12日被假释，并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钱德勒，与亲戚住在一起。在安德鲁斯被处决后不到1周的时间，1992年8月8号，他自杀身亡。奥伦·沃克脸部和嘴巴被严重烧伤，耳膜受到严重破坏。经历无数虐待的他奇迹般活了下来，并在审判中作为关键证人出庭。他于2000年2月13日去世，享年69岁。科特尼虽然幸存了下来，但严重的脑损伤让他患上了失忆症，因此无法在审判中作证。住院266天后，得以返回学校。他于1976年在高中毕业，由于脑损伤被迫辍学。无法找到工作的他不得不申请社会保障以维持生计。他的余生饱受后遗症的折磨，并于2002年6月4日去世，享年44岁。在他去世后，他的父亲在采访时告诉媒体，这就是Hi-Fi案件的结局。我希望就让它这样结束吧。本只是一场抢劫案件，却演变成了一场无情的屠杀。善良的生命在恶魔面前显得如此脆弱。对凶手再多的惩罚，也不能让受害者回到曾经的生活。令人伤心的是，活着的人必须背负着身体和心灵的伤害，走完他们的一生。欢迎大家来到 Loki 的密室，点击下面的小铃铛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为你带来奇案，和你一起看清黑暗中的双手，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。我是 Loki，我们下期再见。